阮兜2年前是捌做風水，保證5年袂漏水，過也不漏水，過也換又來，我才找恁的公司來看。我家之前有漏水的情形，我請那個廠商來幫我估價，也打了合約書，保固3年。1年以後啊，我家的漏水又發生，趕快打電話去聯絡，就後來他們客服一直推脫說他們的工程很多，然後後來就拖着，就3年保固期就過了，然後就不了了之了，再另外找廠商這樣。Hello， 大家，影片開始前，先拜託大家一件事情，請幫我們按個讚分享。最近頻道的流量啊，受到演算法的一些挑戰，有你們的強力應援，這部影片才能推廣更多人。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影片。許多客戶在詢問防水工程時，第一個問題常常是：你們保固多久？別家公司都保固3年，為什麼只有你們保固1年，而且價格還那麼高？這個問題我們想要好好跟大家說明一下。防水保固啊，不能只看年限的長短，而是要看保固的內容及範圍，以及是否真的能夠執行。為什麼我們設定1年的保固？因為大自然是檢驗防水品質最真實的考場。很多人覺得保固越久越有保障，但防水工程最真實的考驗啊，其實是經過一次完整的4季氣候循環。台灣1年之中啊，會經歷梅雨、台風、夏季高溫、冬季低溫，防水材料啊與施工的細節好不好，必須經過風吹、日曬、雨淋以及溫差變化的考驗。實務上，施工方式如果有問題，基底沒有處理好，或材料選擇不合適的現場環境，通常需要等到3-5年。在前幾次大雨啊、台風或溫差變化後啊，問題就可能會呈現出來。如果施工後啊，經過1整年，施工處都沒有再發生滲漏，通常就是代表這次的施工材料選擇、工法設計、接鎖與細部收編啊，已經具備相當的穩定性，也經得起實際環境的考驗。市場上有些保固看起來年限很長，但真正發生問題的時候，客戶可能會遇到聯絡不到人、處理時間拖延，或是到場後對責任歸屬產生了爭議。最後保固年限看似很長，但實際執行起來卻不一定順利。所以我們認為啊，保固的重點不是寫了多長，而是責任有沒有講清楚，範圍有沒有界定清楚，以及遇到問題時廠商是否願意實際處理。我們的1年保固怎麼算？不同工法範圍講得明明白白。在我們的1年保固期內，只要經確認屬於我們的施作範圍的漏水問題，我們都會無償的到場處理，不會推脫結構問題或地震等自然災害導致。為了避免日後啊產生認知的落差，我們會針對不同的工法，將保固的邊界啊清楚的界定出來。高壓灌注也就是俗稱的打針止漏，屬於局部裂縫孔洞的修補。由於水啊會自己找路走，為了讓保固範圍更明確啊，高压灌注的保固範圍是以實際施作點為基準，往4周擴大10公分。在這個擴大範圍啊，若有滲漏啊，經確認屬於原施作的問題，我們會負責處理。屋頂防水、外牆防水工程則屬於大面積的面狀防水層施作，這類工程的保固範圍啊，會依照雙方合約上實際施作的範圍為準。也就是說，有施作的防水層區域屬於保固範圍，未施作的牆面、地坪及其他區域則不在原保固範圍內。為什麼要這麼清楚的界定範圍？不是為了推卸責任，而是為了講清責任，避免爭議。台灣許多中古屋的結構狀況比較複雜，牆體、窗框、樓板、管線、瓷磚層、舊防水層都可能因為時間的老化、地震震動、熱脹冷縮或外力影響，產生新的裂縫與滲水點。防水保固是針對我們實際施作的位置與範圍的責任，而不是保證整棟房子從此不再發生漏水。一開始講清楚，對客戶與廠商才是最公平的方式。3. 什麼情況不屬於保固範圍？為了對每一位客戶公平，真正負責任的保固必須有合理的邊界。以下情況由於並非本公司施工品質所造成，因此不屬於原本施工的保固範圍。原本沒有施作的區域產生新的漏水點，其他後續工班施工，例如裝潢、冷氣、水電、鑽孔、打釘，造成防水層破壞。屋主自行修補、變更設計或自行施作材料後造成影響，隱蔽管線破裂漏水，窗框本體變形，排水孔堵塞造成排水不良。這不是我們逃避責任，而是防水工程必須回到漏水原因與施作方來客觀判斷，這樣對客戶與廠商才公平，也能避免後續不必要的認知落差。
4. 報價單的價值不只是那行數字，對客戶而言，希望價格越低，保護越長是很自然的考量。但低價與長期保護不一定等於比較好的結果。不同的報價單之間存在着工法與材料的巨大差異。如果只比較總價，卻忽略了施工內容，容易將不同的材料、不同的處理程度的工程放在一起評比。保護的年限較長，不代表保護的範圍一定比較完整；保護年限較短，也不代表施工品質一定比較差。真正需要比較的是保護條件、責任範圍與實際的處理方式。我們經營 YT 頻道拍影片的初衷，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3件事情：一、了解防水材料的真正特性、優缺點及適用範圍；2、了解漏水真正的原因及基本判斷方式；3、了解真正的施工流程及處理方式，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了解這份報價能解決哪些問題，施工程序以及能提供什麼樣的品質與後續責任。報價不應只被理解為價格，而應被視為整體工程價值的呈現。防水工程最怕只看表面圖一圖，當下看起來完成了，但真正的漏水原因沒有解決，後面只是反覆的漏水。我們希望客戶真正買到的是一個比較完整、比較穩定，也比較願意負責的施工品質。真正有價值的保固是做得到、找得到、敢負責。保固不是比誰寫得久，而是比誰講得清楚、做得到、找得到，也願意真的回來處理。所以在選擇防水公司時，我們建議你不要只問防水保固幾年，更要問清楚保固範圍在哪裡，什麼情況算是保固，什麼情況屬於不保固。如果真的漏水了，厂商會不會回來處理？真正負責任的保固不是無限上綱的承諾，而是清楚的範圍、合理的責任，以及遇到問題是不逃避的職人態度，這就是我們堅持的價值。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。感謝你的收看。